感觉就是要彻底的那个处理的话，还是经络会比较长久之计。第一次经络，因为之前都是偏就是按摩或者是刮痧，可是我觉得第一次体验最大的感受，当然其实就是会觉得比按摩痛。像一开始你帮我先按右半边嘛，然后一开始左半边都没有动，所以我觉得右半边，比如说你大概从头你按到那个背的时候，就会觉得右边的头好像要比左边的就是轻松哦，对，然后所以你要一路这样子按，然后。就是至少我觉得当下虽然就是直觉是痛感比较高，可是那种差异性也还有比较明显啦。正常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推完大概可能2到3天哈，经络它会做一个修复，所以我相信这2、3天你在使用的话，应该是会比较轻松。但是你说真正要有感觉到有比较舒服的变化，然后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可能要2、3天之后。那你平常你在日常在使用的时候。可能感受会比较明显一点。对。那你觉得让你觉得感觉差异性最大的是哪一个部分？按的过程中，没关系，应该就觉得是痛度差很多。痛度差很多。那你自己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吗？你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吗？我相信你可能在做。按摩的时候，或许有时候有些地方是会痛，但是痛的程度跟现在这个，我相信应该是会有一个落差吧。应该说按摩的时候过程中也会有痛，可是痛的占比不会那么多。然后跟即使有痛的部位的痛度也不会那么的深吧。我觉得我像你刚刚在按的过程中，应该说我就觉得有些地方真的很痛嘛，可是我又觉得经络的概念好像是。也得把它给就是推开或疏通。那可是因为如果按摩的话，的确是有时候你可能请按摩师，就是痛的地方你请他轻一点，那他可能真的是整个力道就会，你会明显感受得到他力道变轻啦。可是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为就像你说嘛，经络是要处理问题，所以我会觉得对当下很痛，可是又觉得好像不推不行，因为就是要把某个那个经络推开才会有效果。对，那按摩他们就是如果真的客人太痛，好像就是直接就是先帮你减轻蛮多的，可是可能像你讲会变成他事后并不会有明显的帮助。一般来讲我们中医有讲说痛则不通啦，通则不痛。对，其实会痛代表说你的这边是阻塞的。对，那阻塞的基本上其实就是气血阻塞啦。那气血的话，基本上它又是走在我们的经络上。所以我们的经络如果是你在柔软的一个情况之下的话，气顺了，你再推，其实基本上是你其实不太会痛。但是你真的会痛的话，就是代表它塞住了。那气血塞住，代表你的整体的这个经络是紧绷的。那经络紧绷的话，那它的气血的循环那就会比较差，甚至容易可能阻塞，造成可能酸痛的一些情况发生。对啊，所以。痛是一定会痛啦，但是其实我觉得在比较有经验的师傅来讲的话，其实他只要力量是够柔和的，其实正常来讲，其实是那个痛基本上都是可以去做调整的。柔和的力量会让你感受到是可以承受的，但是它是又有深层度又有效果。但如果你的力量不是柔和的话，它可能是比较。死力就像硬碰硬的感觉。对，你硬碰硬的话，双方都容易受伤，你容易受伤，我也容易受伤。对，那再来就是效果也不好。对，可能会有效果，但效果就没那么好。而且你可能会承受不住。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在做这个推拿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一定是要以柔克刚啊，就像太极一样，用柔的力量，然后去把硬的地方去把它破坏掉。对，所以痛是一定会痛，只是说我们会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去做一些调整，就是符合你可以承受的力道这样子。那我想请问，因为你刚刚有一直提到那个气血这个词嘛，对，是。那应该说气血，我会联想到中医啦。如果这样讲，比如说有在就是定期做经络的那个推拿以外，会建议可能可以搭配就是中医去调一下体质吗？
会啊，可以建议啊，因为这个有点像是你内外去做调理。我们一般的观念对于中医可能就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让药效去做一对发挥。那其实我个人是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的筋紧绷，循环差，所以吸收也会影响。那你吃了100的中药进去，可是你吸收可能只有30，所以当然效果会比较慢。但是如果说现在你把经络把它推软了，你的气顺了，你的吸收好了，那你自然100进去，或许可能变70，那效果就不好。所以2个同时做是可以有相辅相成啊，对啊，相辅相成。好，等一下来预约。中医的话，我觉得其实。因为其实经络推拿本来就是从中医出来的。我们经络推拿的话，它是源自于中医的商骨科。商骨科是有点像现在的外科，它其实就是内外要去做调整。在以前的话，中医师是他可能把脉就知道你的状况嘛，你哪里有问题，然后他会开药给你，或者是他帮你做扎针的动作，让你的气先顺，至少让你当下舒服了之后，他会再搭配经络推拿。去帮你做一个外部的一个调整，让你的气血整个都更顺畅。其实它就是2个去做调整，但是以现在我们的政府，它就是比较没有注重这一块，它比较注重就是中医的可能把脉，然后可能给你吃药，然后针灸，他们就是这一块，但是他们并没有去把这2个东西是融合在一起。对，那其实，在过往来讲，它其实是融合的，因为有些问题可能吃药，但是再加上身体的体质去帮你做调整，那个效果会更好。我想问一个，因为刚刚最后会有就是稍微有按一下脸部嘛，所以应该说其实脸也是有经络，跟它也会硬吗？脸的经络也会因为你说会不会僵硬吗？对，也会像你讲的硬或者是紧绷吗？我们的经络正常来讲，其实它是包覆我们全身的，从头顶手指头脚。我们的经络应该是说，我们身体的话呢，它有分硬组织跟软组织。硬组织我们就讲的是骨头，骨骼，它是硬的。软组织就是骨头以外的。其实骨头以外的都可以算是我们的经络。所以我们经络的话，它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系统，比较大的范围，它包含了我们现在讲的筋膜啦，韧带，肌肉，肌腱，神经系统也是血液也是，血管也是，对，因为它都是走在我们这整个软组织上面的，对，所以为什么我刚刚有提到说自律神经失调，它就是神经，但是为什么它可以从经络去做调理？因为你的筋，比如说你的这个肩颈这边的筋太紧绷的话，它就会影响你这个整个脑部的这个地方，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那我们把这边的筋推完之后，推软推顺之后，气血顺畅之后，它的神经的传递就会变得比较顺畅，所以它就可以去改善我们的这种失调的部分，不平衡的部分。对。那像刚刚像脸部的，那所以如果可能脸部的经络让它比较疏通，有没有可能是对我们女生而言啊，会不会可能是脸，比如说就是保养品的，没有？我觉得说保养品的吸收效果会不会比较好？会啊，因为我们的吸收不管我们不要讲脸啊，我们讲身体也是都是一样，我们全身都是一样，只要我们的状况不好，我们的循环不好，代谢不好，吸收一定也会不好。有些人常常在做运动，对，他就会感觉看起来比较年轻，为什么？因为他会一直不断的新陈代谢，那这个意思也是一样，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筋把它推软了之后，气血顺畅的时候，它自然就会代谢啊，它就把不好的东西代谢掉嘛。你里面的空间多了空间嘛，那你就可以有新的养分进来，那它就会滋养我们的皮肤，让我们看起来脸更亮啊，不会这么暗沉。因为我还有一种会听过什么脸部拨筋，对，有些专门做脸部的，对啊，也有啊，对啊。那像我们的话，脸部也会做处理，但是我们就比较没有 focus 在这个地方，除非你可能说。我最近耳朵好像有时候会耳鸣，或者是可能鼻子呼吸比较没那么顺畅，甚至可能有什么眼睛，这方面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去这边去做调整。对，像之前我有碰过，就是有人就是咬合，他会不舒服，我就是帮他把旁边的筋推开，他咬合就顺了。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筋太紧绷，那你筋太紧绷的话，你就动不了了。对啊。
我们的这个骨头也是一样啦，像有时候可能会说你的脊椎会窄化啦，或者是椎间盘突出或者是最常发生的骨盆前倾。正常来讲它是把你的腰变成是有点像是一个拱形之后，它的那个后面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那你的骨盆就会往前倾。那像你的话，是因为你是完全是平的，对，所以你的状况就会比较不一样。那像这种状况的话，通常都是因为我们周围的筋太过于紧绷了。像它原本可能正常的骨头可能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长期使用之后，它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然后就变这样子。那中间的这个椎间盘就会被挤出来，对，或者是它就会变窄化。膝盖也是，有些太紧绷会什么磨损啊、软骨什么东西的，它也是一样。但是一般的人可能他会想说，那我用整骨的方式去做处理他可能原本是这样或者是这样一整的时候回来了对，没错，当下是回来了，可是因为周围还是紧，就又回去没多久它又再紧绷回去，所以变成你又要再去瞧，又要再瞧，你要瞧骨头。以我们经络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会从源头去做处理。它的源头是什么？就是经络啊。因为它经络太紧绷了，我们把周围推开，它自然恢复弹性之后，它就会慢慢恢复。所以像我自己，我是比较不会建议做整骨头的这个部分啦，因为其实说实在，骨头周围还是有一些细微的神经，那再加上因为它又紧绷，所以你去在整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拉扯太大，对，它很有可能会去压迫神经，这样子其实是很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舒服的状况发生的。我还是会比较建议，就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其实用推拿虽然痛，但是它其实算是比较柔和的方式，慢慢的，不是一次把它这样子。对，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整完会不舒服，是因为它这边太硬了。你突然这样子，你刚刚讲就是瞧嘛，有点像是硬瞧回去一个位置。对，有些人可能就会觉得说，我做了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可以用比较柔和的方式去把它瞧回来，也是有可能。只是我觉得它 always 还是有风险。那我个人是觉得，我们尽量还是做比较没有风险的方式。那再讲到就是源头到底是什么？没错，你看到是它已经窄化的一个现象。但是它怎么造成这样子？就是周边僵硬造成。对，我们要去找到源头嘛。对啊，那我们找到源头去做处理，它才会是真正根本的处理方式，而不会就是好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感觉就是要彻底的那个处理的话，还是经络会比较长久之计。可以插个话问问题因为我们这边实力经络工作室主打是经络推拿嘛，是。但是我们最想了解是经络推拿到底跟按摩有什么差别？因为我听到按摩好像是针对肌肉嘛，对，那经络的话，那我是跟按摩，它的差别在哪里？不太一样的地方哪里？一般外面的按摩它通常是比较着重在肌肉的放松。那当然他们也会说肌肉深层的肌肉放松，但是肌肉层还是属于比较表层一点的。我们在做的经络推拿，我们在处理的通常是那个比更深层的，比肌肉层次在更深层的。因为真正会让我们平常感受到不舒服的，都是那个更深层的那一块筋，很僵硬的那块筋。这一块筋到底怎么形成的？其实就是从表层慢慢经年累月，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因为都会有新的累积嘛，慢慢，那从柔软、紧绷，然后就慢慢到下面就变僵硬了。真正让我们不舒服就这一块。那你如果说你只是处理上面的筋的话，没错，你当下你会觉得舒服，可是撑不了多久，是因为你会再累积啊。下面的筋你没有推开，那你没多久之后，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有些人他可能状况没有那么深层的话，他可能按摩一次他就觉得哇就 OK， 那是因为你的状况比较轻微。当你问题真的是很严重的话，那其实那个效果真的就会有限了。最大的差别还是在于深层度吧。